1956年，程思远选择了北京之行，近10年辗转筹谋。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终于踏上了归国之旅。当程思远接到李宗仁动身从纽约到达欧洲电报后，他立即赶到北京向总理汇报。那他是在6月18号才赶到了北京，而总理呢，就刚刚这一天呢要出国访问，就总理呢就刚走，我爸就到了，然后呢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和统战部部长就代表周总理会见了我爸爸，他们就向我爸转达呢，就周总理呢对李宗仁这次回国呢就做了周密的部署，就是希望呢我爸爸呢向李宗仁先生呢就转达当时我爸就说他听到周总理的这些安排之后，他特别感动，因为周总理连每一个细节，就每一个可能性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安排得非常的详尽。那么在这次长谈的之后，然后我爸回到香港，又做了一系列的安排。那在6月28号就从香港抵达了苏黎世，然后和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李宗仁先生，还有随后到苏黎世的郭德洁女士呢，就见了面。原本想留在美国的郭德洁女士，乳腺癌病情突然恶化，医生告诉她只有8个月的生命存活期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在万念俱灰，他说我一个人在美国待着干，我干脆我就回去吧，随着李宗仁先生回去吧。就在李宗仁动身的1周后，郭德洁委托纽约一位律师把他们的房子以低廉的$34,000价格出售了。他对邻居的贝拉夫人说：“我所以卖这间房子，因为它使我工作的太辛苦了。”2天之后，郭德洁也离开纽约，飞抵瑞士与李宗仁会合。6月28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与早在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但是他们见面后并没有立即动身，因为同样定居美国多年的李宗仁的政治顾问吴尚英也答应要同他们一起回国。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一直等到7月11号，吴尚英还没有出现。当时也是很凑巧，因为郭德洁呢，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记者是从大陆过来的，一个小报记者，跟他们关系比较好，就老是到他们家去采访，1个月大概去1次。结果等他们走了以后，去欧洲以后，然后他去采访，人家说这个主人都搬走了，房子都出租了，这个小报记者就登了一条消息，说郭德洁把他美国房产卖了$36,000，这一下轰动了全球。但是这个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李宗仁和程思远已经在欧洲他们见上面了。在欧洲见上面以后，然后总理安排的当地的大使馆的人也马上跟他们联系上了，然后就告诉他们13号必须离开。那么我爸爸接到这个命令之后，然后就马上通知了李宗仁先生夫妇，他们就马上买了7月12号下午的飞机，离开苏黎世，开始了回国的行程。7月12日下午2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这是瑞士飞往亚洲的固定航线。飞机从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后飞抵香港。他们一行是在飞机起飞之前，匆匆赶到机场，然后来送行的，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只有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呢就告诉我爸爸说：“你们千万记住，在贝鲁特和日内瓦2个机场，千万不要下飞机。”
因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机场很混乱，国际上当时发生了一些绑架呀和人质神秘消失的事件，就发生在两个机场。这个在等飞机到了卡拉奇，会有我们的人来接你。我讲的时候，他讲的比较细致。他说，我们当时上飞机，一路飞，整个过程我们在飞机上我们没感觉到。等我回到大陆以后，然后从方方面面印证过来的消息，我才知道，真是处处暗藏杀机到处都险象环生，一环要接不上。他说我们已经今天不在这里了。遵照送行青年的嘱咐，在日内瓦机场停留的半个小时里，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3人都没有离开过机舱。尽管空中小姐几次热情地邀他们下机散步，尽管偌大的机舱里仅剩下他们3个人，他们也没有离开座位半步。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接到了密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阻止李宗仁归国。就他们刚刚一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和蒋介石特务就赶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找不到别的人，就把那个郭德洁的一个表弟，好像郭德峰嘛，事情他在那儿开个餐馆，他们刚一上飞机，特务就赶到他的那个餐馆里面，就一直守在那儿。他问那郭德峰他们去哪里，他说他们去周边国家军旅游去了，他也没透露他们的行程。然后他就让我等他们回来，那几个特务一直等了7天7夜。当李宗仁一行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的时候，3个人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因为行程已经近半，一切顺利。然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李宗仁3人的行踪终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获悉了。原来，从日内瓦到苏黎世，除了缠住郭德峰的这2个特务外，还有人到瑞士航空公司查问当天离开苏黎世的旅客名单，赫然有李宗仁等人的名字。于是，一封杀气腾腾的密令从台北发出，抢在李宗仁的座机到达之前的几个小时，到达了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卡拉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这个下令，到最后一关，就是在卡拉奇，一定要截住这个李宗仁先生夫妇，甚至就是说不惜用这个极端的手段。所以实际上在卡拉奇就变成是最危险的一关。夜幕下，喧闹的卡拉奇已经安静地睡去，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却突然灯火通明。原来，道格拉斯客机正从贝鲁特飞来，将在13日上午4时30分到达卡拉奇。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当时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是丁国玉。李宗仁回国的事儿，我还是听到周总理打电报告诉我的，不然我不知道。总理告诉我一定要保密，想法再把他安全的接到大使馆去，然后再找机会回国。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要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求助当地的警察及保安措施必须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可是午夜临近，上哪里去找人呢？但国务院的死命令无论如何必须保证完成。丁国玉究竟该怎么办呢？这里还有一个人有关键人物，就是他这个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叫罗尔汉。因为这个机场归他管，那时候我没跟他说真话。我说我一个老朋友在欧洲，他来会看我，年纪大了，他走路有困难。我想我的飞机我的汽车从你们那个总统你们官员用的那个车门开进去，开进去以后飞机停下来了，我开飞机把它接下来，行不行？他后来答应了。哎呀，这件好事啊！他一答应的话，我飞机就开进去了，等着。
李宗仁一行乘坐的飞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按日程表安排，飞机将在这里稍事停留后，再继续向东飞往香港。这时却出现了让整个机组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情况。到达卡拉奇的时候呢，是当地时间的凌晨4点半。看到飞机下来了，滑的滑的，快到这个还没到候机室，停下来了。离候机还有点路。他们3个人就准备下机，航空小姐很奇怪，这个在这个日内瓦和这个贝鲁特都没有下机走一走的这3位客人，因为他们是要到香港才到终点嘛，那么现在就起来，好像要准备收拾东西下飞机这样的样子。然后飞机停定了之后，我车就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啊，这个李宗仁夫妇、郭德洁，还有陈思远，他们3个人就下来了。下来了就是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我来接你们。哟，他高兴不得了。这样子上了我的车以后呢，我们就是没有通过海关，就直接就出来到了使馆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布置的2名暗杀李宗仁的特务早已经等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因为周恩来的精密部署，李宗仁又逃过了一劫。但是没过多久，丁国玉发现，大使馆的墙外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来回走动。看着不是一般老百姓来回转，那这个事儿有点麻烦了。后来这个事儿啊，就干脆呢就告诉了巴基斯坦政府，这个人不是我的私人朋友，他是原来国民党的代总统，他是这个毛主席、周总的客人，他到北京去会见他们去，把这个牌子亮了，所以请求你们帮忙，你们保护。把这事儿公开了，这事儿反而好了。那中国正是向他提出来，作为一个大使向他提出这个事儿，让他保护，让他帮那个，这反而就安全了。住在使馆里，安全不成问题，丁国玉大使的照顾也十分周到。可是没人再提回国的事情，这让李宗仁和程思远的心里渐渐感到有些蹊跷。那么他住了2天之后呢，李宗仁先生呢有点着急了，说为什么还不安排我们这个赶快回到祖国大陆呢？归心似箭。虽然大使馆准备了很可口的这个家乡的饭菜，他们也都咽不下去。然后后来他们就跟这个丁国玉大使提出了心里的疑问。丁国玉大使拿了这个香港啊、台湾的报纸给他们看，丁国玉大使呢就跟他们讲，原来台湾、香港的报纸早就把李宗仁3人归国的行程公布出来。根据情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甘心接连失守，正随时准备伺机而动。这个李宗仁先生听了之后呢，就十分气愤，晚上呢夜不能寐，还写了这个一封信，准备呢此行有什么不测的话，这封信呢就留以明志。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李宗仁要乘坐的飞机在库房里停了3天3夜，这又是为了什么？总理安排之细致，从这个巴基斯坦这个行程看出来就很细很细。他就让这架飞机要起飞的这架飞机送李宗仁回大陆这架飞机，在机库里面停了3天3夜。这3天3夜是由我们的人专门看守的，不准任何人接近。如果他有定时炸弹的话，他就会起爆。因为在这几年前啊，在10年前的万隆会议已经发生过这个惨案了。
7月17日一大早，丁国玉高兴地告诉李宗仁，依照总理的指示，今天可以返回祖国。那么到了晚上，这个在中国大使馆呢，这门口呢，大门打开了之后，先开出去2辆汽车，这2辆汽车呢都拉着这个很厚的窗帘，这个看不到车里这坐的是什么人。然后呢，就看到呢有一些其他的汽车呢就跟了上去，然后在他们都走了之后，要大使馆再开出来2辆车，这2辆车上面才坐着李宗仁先生夫妇，还有我爸爸，还有丁大使。然后他们这一行呢，就风驰电掣的到了这个卡拉奇国际机场，然后登上了这10点半起飞的这个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李宗仁一行和丁国玉大使安全地上了飞机，但是在丁国玉的心里依然十分紧张，因为在临走的时候，丁国玉又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封神秘电报让归国之途又起波折。面对危机，周总理究竟如何从容化解？踏上故土，等待李宗仁的又将是什么呢？华夏传奇，精彩继续。那时候国民党啊，在这金三角那里还有参与部队，他要准备在空中啊，在这一路啊，要打我们这个飞机。这个事儿啊，这个情报我们得到了，国内告诉我了，所以那天走啊挺危险的。这个事儿我没告诉我老伴儿，还告诉他紧张，谁都不知道，就我知道。这电报啊，我看了，以后我就把它烧了。我谁也不告诉他们，也不知道，李宗仁他们也不知道。已经在飞机上进入梦乡的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没有想到，从7月17日夜里做出重大决定后，周恩来就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一夜未曾合过眼。他不断地指示有关方面密切注意波音707航线附近的情况，一直等到飞机进入了昆明境内，周恩来略带困意的脸上才露出了熟悉的笑容。飞机到了昆明才告诉他进了中国，他们跳起高兴了。李宗仁先生夫妇还有我爸爸从这个飞机里边看到了从祖国大地上升起的这个晨曦的阳光，就非常激动。他给我讲了好多他家的故事，他上学的故事。离开祖国这么多年，终于又回到了这个中国的大地上，而我父亲呢，也松了一口气，就是他的这个任务总算完成了。7月18日上午8点钟，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早餐过后，稍事休息，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就乘专机向上海飞去。上午11点，专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一下飞机，就看到总理陈老总他们2个在那，还有上海的党政领导人一大帮子接他。总理带头上去，在飞机上接他，手都握手。这周恩来说，对李宗仁说，他说我们来接你还是秘密的，这个接你的行动也不公开，也不发消息。等到明天你到北京，这才是正式的。我晚上我把你们接完以后，晚上我要飞回北京，我在那里正式等你。哎呀，李宗仁就是更感动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7月20日乘专机到达北京。
随同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国的还有程思远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曾经参加1949年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以及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共111人。周恩来还特别介绍李宗仁同溥仪见了面，这是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的历史性会面。李宗仁先生在机场宣读了声明。今天李宗仁声明：亲爱的同胞们，在国内外一片大好景之中，我已经从海外到移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回国之后，李宗仁除了会见故友，便是安排参观访问，他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之中。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和郭德洁及程思远等人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突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来到他们身边，悄声告诉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你们，请立即前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接见李宗仁等人的地点安排在游泳池畔的凉棚内。毛主席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李宗仁就谈到那个蒋介石让他代总统，蒋介石说：“好，我下野了，你代总统。”他说：“我上了蒋先生的一个当。”其实他什么权利都没有放弃。毛泽东说：“德林先生啊，你这次又上当了。”那个李宗仁大吃一惊。那个毛泽东说：“蒋介石骂我们是共匪，那你回来以后，你不是上了匪船了吗？”哎呀，李宗仁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说不出话来。然后程思远就说：“啊。主席啊，我们是这个搭上慈航啊，就是渡登彼岸，就是搭上共产党的这个好船了。”毛泽东就笑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人很机灵。而且毛泽东特别提到，就是李宗仁那个声明里边，没有指责蒋介石，毛泽东特别赞赏，说你的声明我看了啊，里边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李宗仁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大概持续了5个小时。会见之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李宗仁夫妇到东北重工业基地、华东、华南等地参观，也饱览了祖国秀丽的山山水水。9月26日，李宗仁先生在北京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到会的新闻界人士之多，招待会规模之大，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李宗仁回国8个月之后，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夫人郭德洁终因乳腺癌发作，病逝于北京医院。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要求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2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临终前，李宗仁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时代，
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程思远定居北京后，历任第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万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7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8、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5年7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